大家好，欢迎来到丽丽厨房，我是丽丽。黄豆别只会用来捣豆浆了，今天分享个黄豆非常好吃的做法，把黄豆倒入滚烫的油锅中，瞬间变成一道经典美食，比黄豆酱、老干妈都要好吃，而且放半年不坏。一起来看看我是怎么做的吧。首先我们准备200克黄豆，把它放入盘中，把坏掉或者是有虫眼的豆子挑出来不要了，因为这样的豆子吃到嘴里会发苦，非常影响口感。全部挑选好以后，再把黄豆放入大碗中，倒上的清水，把黄豆清洗一下，把表面的灰尘清洗掉，用手轻轻地刷洗几遍就可以。洗净后放一旁浸泡1个晚上。这是泡了1晚上的黄豆，看一下变得胖乎乎的，像这样说明就泡发好了。再把黄豆抓洗一下，简单的抓洗几遍就可以。洗净后控水捞出，直接放入锅中，再倒上的清水没过黄豆，水可以多放一些，然后盖上盖子，开大火烧开后，转中火煮30分钟，把黄豆煮至软烂。趁这个时间呢，准备半斤的红椒，再加入半斤的青椒，把辣椒蒂摘下来不要了。摘好的辣椒把它放大碗中，如果不喜欢吃辣的呢，可以换成菜椒。全部摘好后，再倒上的清水，把辣椒清洗一下，一个一个的清洗，把表面的脏东西给它清洗干净。洗净后控水捞出，放到菜篮子里边放一旁，晾干水分备用。接着准备半个洋葱，先给它对半切开，再取半个洋葱给它切成长条，最后再切成洋葱丁，也不用切太碎，像视频中这样就可以。切好之后把它放入盘中，再准备一根芹菜，先给它对半切断，再1分为2，然后把芹菜切成小段。切好之后放入盘中，再准备1块生姜，给它切成小块。切好后放入盘中，再准备节大葱，给它切成葱段。切好后也放入盘中，先放一旁备用。接着来准备一些大料，盘中放入小把花椒，1小把茴香，再加入几片香叶，2个草果，几个八角，先放一旁备用。现在我们的辣椒已经晾干水分了，再把辣椒直接放在案板上，然后给它切成小段，也不用切太碎，像视频中这样就可以。全部切好之后，把它放入绞肉机中，盖上盖子，给它搅打成辣椒碎，也不用搅得太碎了，有点颗粒感会更好吃。搅好后把它放大碗中，像这样的颗粒感就可以，先放一旁备用。接着再准备200克大蒜，先给它切成小块，大蒜呢可以多准备一些，这样蒜香味浓郁会更好吃。再剁成蒜末，尽量多剁一会儿，剁得越碎越好，最后剁成这样的颗粒感就可以，再把它放入盘中。现在我们的黄豆也煮得差不多了，我们打开盖子看看，取颗黄豆用手轻轻一捏，很轻松就能捏碎，说明就煮熟了。再把黄豆倒入菜篮子里边，控干水分备用。起锅烧热，多放一些油，开大火把油温烧至6成热，再放入香菜、洋葱块、大葱、姜，用中小火慢炸，把这些香料的香味炸出来。炸的过程中不时地搅拌一下，防止炸糊了。炸至香菜、洋葱微微发黄的时候，再放入刚准备好的大料，继续用中小火慢炸，用铲子不停地搅拌，防止炸糊了。全程大概需要炸4-5分钟左右。把这些大料炸至表皮变成这种金黄色，并且能闻到浓浓的香味，像这样就可以了。用漏勺把这些大料全部捞出来，全部捞干净以后，
再倒入刚切好的辣椒碎，用中小火慢炒，炒的过程中不停地翻拌，防止糊锅底了。这一步比较漫长，一定要耐心一些，尽量多炒一会儿，把辣椒的水分炒干，这样储存的时间才能更长。辣椒炒干的状态呢，就像这样水油分离的状态就可以。这时候呢，再把黄豆放进来，继续给它翻炒均匀，把黄豆的水分炒干，大概需要翻炒10分钟左右。炒的过程中一定要不停地搅拌，防止糊锅底了。我每天都在用心的教做菜，这个视频麻烦您帮忙点个免费的小红心，下次不会做还能找到我，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。翻炒至黄豆表面有这层虎皮状的时候，再把蒜末放进来，继续用铲子翻炒均匀，给它翻炒出蒜香味，把蒜末的水分炒干，把蒜末的水汽炒干，这样也可以延长存储的时间。再翻炒4-5分钟左右，翻炒至蒜末微微发黄的时候，再往里边加入2勺甜面酱，加入2勺老干妈，再加2勺蚝油，继续用铲子翻炒均匀，让甜面酱和黄豆完全混合在一起，再翻炒10分钟左右，全程呢用中小火慢慢的翻炒，防止糊锅底了。翻炒至闻到浓浓的酱香味，再调一下味，加2勺食盐，加一点点白糖，继续用铲子翻炒均匀。翻炒均匀后，再沿着锅边倒入1勺白酒，这样可以去腥，还能延长存放的时间，使做出来的黄豆不容易变质。继续翻炒均匀，再翻炒1分钟左右。翻炒均匀就可以出锅了，再把它盛出来，放入大碗中。像这样非常好吃的酱黄豆就做好了。每一颗黄豆都被酱汁包裹得严严实实，经过精心的制作，黄豆变得软糯而不是嚼劲。当你把它放入口中，轻轻一咬，那恰到好处的软糯感在舌尖散开，偶尔咬到的还带有一点 Q 弹，味道更是一绝。刚入口先是浓郁的酱香，辣椒的香辣和调料完美融合的味道，醇厚而悠长。紧接着黄豆本身的豆香开始散发出来，几种香气相互交织，层次感十足。它不是那种甜腻的滋味，也不是过于咸口，是一种恰到好处的咸香，让人欲罢不能。无论是作为下饭菜，还是平时解馋时的小零食，酱黄豆都能满足你的味蕾需求。我们可以准备一个干净无水无油的玻璃瓶，把黄豆酱放凉后装入玻璃瓶里密封起来，放上半年都不会坏。做法非常的简单，喜欢的朋友就赶快收藏起来试试吧。好了，今天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。这个视频麻烦您帮忙点个免费的小红心，下次不会做还能找到我。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。